2个热搜，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大忙人王一博的工作行程。好消息频出，工作还是一如往常的进行。第一季度过去了，王一博从大年初一开始就没有休息过，整个行程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无休，每天平均工作时长高达11小时。看完这个表，我有点震惊，娱乐圈的顶流是个辛苦工种，光鲜亮丽不过是表象，各行各业都有辛苦工作的人，并不是那些颠覆我们三观的个别人，什么日薪208万，什么偷税漏税、投机倒把的人的，终究为自己种下的苦果买单。我们始终相信，他是本分的人，各行各业都存在。也许你会说，王一博的忙碌对得起他的薪酬，的确如此，德行配位才会被肯定。王一博爆火了3年，基本上全年无休状态，这种超负荷的工作强度，着实让人替他捏了一把汗。更何况他的作品上映后，还有遭受来自外界的各种舆论，换成我们自己，估计也会有崩溃的时候吧。别说王一博的粉丝会如此维护，乐华的上市，王一博明显是最大的功臣。虽然如今成为了合伙人，不过明眼人都知道，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资本。好多人羡慕王一博，活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。细细看下来，我们真的会选择这种的生活吗？虽然他做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，可是终究也有烦的时候。虽然也会忙里偷闲开发新的兴趣爱好，但是终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。虽然年轻是资本，青春是需要奋斗的，可是他终究过了一个不同于平常人的生活。他只能泡在剧组，赶着各种通告，时间久了，终究也会消耗殆尽很多内心的热情。20多岁的年纪是一个从外界汲取的时段，好多想法，好的新鲜感、好奇心、猎奇心、创造力都是在这个年龄段拥有的。试问谁会舍得浪费时间呢？对于这个热搜，这能说乐华做个人吧，他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。总感觉有种心酸的滋味，不是因为我们不奋斗，而是我们需要缓冲地带。不过呢，都知道现在王一博正在拍摄《金色征途》，马上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就要上映，他还要忙着路演宣传，定然不会有时间休息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还看到了第2个热搜，那就是成尔导演的另外一部剧《人鱼》也将定于7月份开机，之前就已经官宣了，王一博会继续出演这部超级文艺片，看来行程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只能说顶流的日子是没有时间可言的。其实我们也想说，转型做演员的王一博到底如何定义呢？演员应该需要一个缓冲期的，可是他如此的忙碌，到底能否深入角色呢？想必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不过很明显，我们的这种想法挺可笑的，毕竟人家人鱼的导演现在还在撰写剧本，只能在拍摄的过程中才能够深入探讨，我们也就不要杞人忧天了。毕竟王一博的作品还是值得关注的，长空之王热烈都会相继跟我们见面，用作品来说话才是最有底气的。在所有的爱豆当中，王一博是转型最快也最成功的，如今已经成为电影咖了，票房还不错，如果将来能拿奖就更好了。已经上映的《无名》9.3亿，成绩还算不错，毕竟有梁朝伟和周迅这样的影帝影后坐镇。接下来即将上映的《长空之王》，从目前宣传和片花来看，还挺热血的。这是王一博的一番电影，也有胡军、周冬雨等影帝影后坐镇。暑期档上映的《热烈》是黄渤和王一博主演的街舞电影，是王一博非常拿手的领域。当然，还有一部最早的《维和防暴队》，这电影目前还不知道能不能上映，毕竟有位主演出了问题。除了待映的几部电影之外，成尔导演早在几个月前就宣布，将和王一博合作自己的下部电影《人鱼》。目前王一博在拍谍战剧，所以电影预计到7月份才能开机。虽说电影是大荧幕，粉丝都希望自家偶像混电影圈，因为可以提升咖位，但是也蛮可惜的，像他这个年纪，还没好好拍一部现偶剧、校园剧、职场剧，还没好好拍一部古偶仙侠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可惜的。如果把当明星看作一份工作，屏幕前的你认为他是怎样的？是光鲜亮丽，还是苦不堪言？似乎人人都想挤进娱乐圈，分一杯羹，又好像成名的只是那寥寥数人。除非你艺高人胆大，像女爱豆陈卓璇那样大胆的说出，是我站的还不够高吗？此言一出，帮他赚到了不少知名度。今日王一博第1季度工作表全网曝光，仅仅只是晒出了这一张图，还不包括背后的团队分工，就足以让人感到惊讶。王一博作为如今圈内的顶流男爱豆，唱跳俱佳的他，在演艺圈也风生水起，头角崭露。
近年来与不少老戏骨同台合作，呈现出了有绯冰与火、无名等影视作品，口碑也不错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忙着拍剧、参加活动，所以才有了这张工作表的诞生。表格上密密麻麻从1月5日安排行程，直到4月4日，每天的上班、下班时间甚至需要精确到分钟。2月7日这天，王一博7点38分上班，直到次日凌晨0点57分才下班。那天工作时长居然在17个小时。表格上清晰地做出了一段标注：1季度无休，工作日均时长在11.3小时。太可怕了！知道明星跑通告、拍剧的确辛苦，但没想到时间安排的会这么密集，这真的让咱们普通网友吃了一惊。说到底，这张工作表也许是很多演员的工作现状，但绝对不是所有的。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王一博，这些年佳作频出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。这张表的晒出，也许并不是在卖惨，只是向我们呈现出明星和普通人赚取收益的方式不同，本质上大家都是打工人罢了。你们觉得呢？王一博自从《无名》获得10个亿票房之后，就被粉丝称为电影圈未来的希望，与易烊千玺并称未来的顶梁柱、双生子。而为了摆脱这种尴尬情况，粉丝把宝压在了长空之王身上，努力宣传，也在网络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。而随着长空之王预热，关于他的物料也被发掘，网友们对这部影片并不陌生，因为他之前已经官宣，但因为未知的原因退档，官方解释为不可抗力。但粉丝表示，之前是因为要打磨电影，也因为战机更新换代，导致王一博的首秀被推迟，变成了无名优先上映。其实长空之王才是王一博的真爱。由此，粉丝呼吁所有爱一博的人团结起来，无论是伪粉还是 CP 粉，都应该贡献出来自己的一份力，贡献出来自己的一份票钱，帮助长空之王取得大卖，也让王一博超越易烊千玺这样的人，成为真正电影圈年轻演员的领军人。粉丝还觉得，一旦伪粉和 CP 粉联合，长空之王的票房将史无前例，王一博会如日中天，在微博之夜也不会匆匆离去，一切都拜托粉丝贡献票力了。4月28日就开始上映了，距离5一档电影上映还有23天。在所有大映影片中，长空之王猫眼和淘票票两个平台的想看人数已破120万，排名第一，是当之无愧的5一档头部大片。长空之王的主角是空军试飞院的试飞员雷雨，王一博饰演和最强战机歼20，这也是歼20首次真机出境拍摄特效大片。小编记得去年看长津湖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没有制空权，导致在美方的空袭下损失惨重。沈飞的高级工程师在长空之王沈阳特别放映活动后接受采访，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是从抗美援朝中走过来的，到今年有70年的发展史。我们的战机技术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从望气向背到并驾齐驱，再到领跑世界，是一个漫长又艰苦的过程。曾经我们被他国的飞行员嘲笑，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战机。现在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战机，还成为了第5代战机标准的制定者和发展的引领者。在航空工业奋起直追的几十年里，是几代人的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和牺牲拼搏。他们是设计师、工程师，是每一个零部件的制造者，是组装的所有工人，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试飞的试飞员们和牺牲的烈士们。那么，试飞员们在试飞新飞机的时候，会经历哪些危险呢？颤震、失速尾旋和空中停车是公认的3大 I 类风险试飞项目。颤震会在几秒甚至更短时间内使飞机解体，试飞员逃脱的概率为0。失速尾旋会使飞机进入螺旋状急速翻转。空中停车就是发动机在飞行中因故障丧失动力。我们的试飞员在试飞新机型的时候，很可能以上3种情况都遇到过。歼20试飞员李刚的2个战友就牺牲于飞机的空中解体。在电影《长空之王》里，根据真实的英雄事迹，拍摄了飞机失速尾旋和空中停车的改出。改出就是纠正飞机的不正常飞行状态。在真实的历史里，有好几位试飞员是因为不愿意放弃飞机，错过了跳伞时机而牺牲的。建国以来，我们试飞了180多个机型，22000多架飞机，经历了500多起生死一线的重大特勤。今天，这些真实的历史第一次被浓缩在电影里，将在5一档为观众呈现。
长空之王在沈阳举办特别放映活动的时候，拉的横幅是献给真正的英雄，他们就是空军试飞人。试飞人是和平年代最接近死亡的职业，他们代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水平，也是这个国家最有党性的一批人。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将在4月28日上映，北美已确定会同步公映。目前该片已出口到北美、澳新、英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，还未上映就敢在这么多国家定档，可见片方对电影的质量是信心十足的。小编很看好《长空之王》电影的主创，除了在无名里魅力四射的王一博外，还有影帝胡军和影后周冬雨。影片剧本扎实，故事来源于真实，在空军试飞人秘密拍摄，全程有现役试飞人的指导，还有歼20的设计师做顾问。电影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和审查，才最终定档，保证了影片技术上的专业。电影特效出众，音响效果仿若身临其境，十分推荐激光 IMAX 厅或杜比全景声厅观看，以保证最佳观赏效果。长空之王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，是充满爱国情怀的优秀影片，也很适合小朋友观看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4月28日佳片有约吧。